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莫 Sir。今日會同大家講嘅課題係光體嘅平衡中間嗰集。喺上一集呢，我哋就介紹咗乜嘢叫做光體，亦都講解咗乜嘢係力矩嘅。有咗呢兩個知識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討論平衡嘅問題啦。例如有啲咩係平衡嘅問題呢？如果你要起一條橋，或者你係一個雜技演員，又或者你喺度玩緊層層疊，咁呢，你就喺度嘗試將一紮嘢堆砌起嚟啦。喺呢個過程裡面，你係唔會希望呢啲嘢冧落嚟嘅喎。從力學嘅角度睇呢啲情況，就係喺度講緊我哋有好多個互相接觸嘅光體，而我哋希望呢度每一個光體都係保持喺平衡狀態嘅。咁如果我哋要令光體處於平衡狀態，究竟需要達成一啲點樣嘅條件呢？首先我要嚟界定一下平衡狀態嘅意思，就係保持唔喐嘅狀態。而另一個光體保持喺平衡狀態嘅條件係咁樣嘅：靜止嘅光體如果滿足以下兩項條件，就處於平衡狀態啦。第一項條件係靜力等於零，而第二項條件係對某一點嘅靜力矩等於零。特別要強調一下，呢度講嘅係某一點嚇，只要你隨便揀一點，並且計出對嗰一點嘅靜力矩等於零呢，就算係滿足咗第二項條件啦，揀邊點都可以嘅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以下任何一項成立，咁光體就冇辦法維持喺平衡狀態啦。第一項就係靜力唔等於零，第二項係對某一點嘅靜力矩唔等於零，亦即係話，如果你計到靜力唔等於零呢，咁個光體就唔係處於平衡狀態啦。又或者如果你隨便揀一點，邊點都得，並且計出對嗰一點嘅靜力矩唔等於零嘅話呢，咁呢個光體都唔係處於平衡狀態嘅。呢個就係判斷光體能唔能夠保持平衡嘅方法啦。跟住，如果你已經判斷到一個光體會保持平衡，又或者你觀察到一個光體正處於平衡狀態，咁呢，以下兩項就一定會成立嘅。第一就係靜力等於零，而第二就係對所有點嘅靜力矩都等於零。特別強調呢度講緊嘅係所有點嚇。如果一個光體處於平衡狀態呢，咁你對空間裡面嘅每一點計算力矩都會計到零嘅。如果用比較精準嘅邏輯術語嚟描述嘅話呢，畫面左邊講緊嘅係全在量化，而畫面右邊講緊嘅係全稱量化。想知係咩嚟呢？可以問下數學老師嘅。咁呢啲就係光體平衡嘅一啲定理啦。請你背咗佢啦。有啲人可能會問下要背㗎，有冇得解㗎？嗱，係有得解嘅。其實以上呢紮嘢都係可以用牛頓定律去證明出嚟嘅。如果你好想知道證明嘅方法，咁我都寫咗一份補充筆記嚟講解。咁你可以喺呢條片嘅下面揾到筆記嘅連結。但係我講定先啦嚇，呢份筆記嘅內容係唔容易明白嘅。我覺得多數人睇完之後呢，係會寧願將呢紮嘢背咗佢嘅。咁一陣間呢，我哋就會透過例題嚟練習使用呢啲嘅定理啦。但係進入例題之前，我想首先簡短咁樣介紹一個叫做重心嘅概念。重心咧有陣時都簡稱做 CG 嘅，咁佢係啲咩嚟嘅呢？其實就冇咩特別嘅啫。我喺上一集第一次提及施力點呢樣嘢啦，而任何作用喺物體上面嘅力都有一個施力點嘅。例如，如果我用腳踢一個波，咁呢，我隻腳就會向佢施加發向力啦。呢個發向力嘅施力點喺邊度呢？就係隻腳同個波嘅接觸點咯。同樣，重力都係有施力點嘅。而呢個施力點，我哋就俾個名佢，叫做嗰個物體嘅重心。需要留意嘅一點係，一個物體嘅重心未必係喺嗰一個物體上面嘅。例如一個三角形嘅重心咧，就唔係喺條鐵上面嘅，而係喺呢條鐵中間嘅空間裡面。喺下一集，我會介紹一個實驗嘅方法嚟揾出一個物體嘅重心喺邊度。但係呢，依家你只係需要知道乜嘢叫做重心就可以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進入例題咯，同以前一樣啦。例題係有中英文版嘅 PDF 可以提供，連結就擺咗喺呢條片嘅下面，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啦。呢條片總共係有3條例題嘅，每題都有好多嘢㗎吓，你可能係會需要分開3次嚟睇嘅。咁呢，我哋就睇下第一題咯。咁智聰好悠閒咁樣挨住張台企喺度啦，可能就同啲朋友吹緊水啦。右圖就顯示呢張台嘅隔離體圖。我哋首先嚟睇下呢張隔離體圖上面嘅力先啦。首先，張台嘅重量 W 就作用喺 B 點上面，然後呢，張台嘅兩隻腳就分別受到發向力 N1 同埋 N2。
最後智聰隻手就壓咗喺張台度啦，所以張台亦都感受到智聰施加嘅力 F。題目就話已知張台嘅重量 W 係300個 N。好，資料就係咁多啦。依家我哋就嚟睇下我哋要做啲咩咯。Part A， 假設 F 嘅量值係50個 N， 並且張台係處於平衡狀態。跟住呢 A1 就要我哋揾出 N1 等於幾多，而 A2 就要我哋揾出 N2 等於幾多嘅。咁翻去睇下啱啱張隔離睇圖啦，我哋已經知道 W 同埋 F 係幾多啦。依家就要揾出 N1 同埋 N2 嘅值。點揾呢？題目就話張台係處於平衡狀態嘅，所以對於呢一紮嘅力，我哋知道兩件事。第一，作用於張台嘅淨力係等於0嘅。第二，對於所有嘅點，呢啲力嘅淨力舉都係等於0嘅，亦即係話對 A 點嘅淨力舉係0，對 B 點嘅淨力舉係0，對 C 點嘅淨力舉係0，對 D 點嘅淨力舉都係0。如果我哋想揾出 N1 等於幾多呢？方法非常之簡單。只需要考慮對 C 點嘅力舉就可以噶啦。如果以 C 為支點呢，咁 N2 嘅力舉就係0啦。咁我哋只需要考慮 N1、W 同埋 F 嘅力舉就得啦。取順時針方向為正，咁呢淨力舉 tau N 就係 FADA 減 FBDB 加 FDDD。呢度嘅 FA 就係講緊 N1 啦，而 DA 就係0.6米嘅。跟住 FB 就係 W 啦，即係300個 N， 而 DB 就係0.3米。跟住 FD 就係講緊 F， 即係50個 N 啦，而 DD 就係0.2米嘅。跟住只要我哋解開呢條方程式，就可以揾到 N1 等於幾多啦。咁我哋就嚟解開佢啦。考慮對 C 點嘅力舉，取順時針方向為正。由於張台處於平衡狀態，所以 tau N 就係等於0啦。咁我哋就會有 FADA 減 FBDB 加 FDDD 等於0。將所有嘅數字代晒入去，就可以得到 N1 乘 0.6 減300乘 0.3 加50乘 0.2 等於0。解開呢條方程式就可以得到 N1 等於133個 N。咁呢，我哋就完成咗 A1 啦。跟住去到 A2 咯，我哋就要揾出 N2 等於幾多。我哋可以用翻同啱啱相同嘅策略，考慮對 A 點嘅力舉，然之後用 tau N 等於0，跟住再解開條方程式，就可以揾到 N2 啦。不過既然我哋已經知道咗 N1 等於幾多呢，我哋係可以用另一個簡單啲嘅方法，就係考慮作用喺張台嘅淨力 Fn 啦。考慮垂直方向，取向上為正，咁呢 Fn 就係 N1 減 W 加 N2 減 F。我哋知道 N1 等於133， W 等於300，而 F 係等於50嘅，所以我哋就有足夠嘅資料可以揾到 N2 啦。咁就寫咯，考慮垂直方向，取向上為正。由於張台係處於平衡狀態，所以呢 Fn 就等於0。咁我哋就會有 N1 減 W 加 N2 減 F 等於0。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N2 等於 W 加 F 減 N1 等於300加50減133，計咗出嚟就係217個 N 嘅。咁呢，我哋就搞掂咗 Part A 啦。跟住呢，喺 Part B 我哋會睇一個更加有趣嘅情況。呢度呢，就話假設 F 嘅量值係逐漸增加，亦即係話智聰呢就越嚟越用力咁樣撳落張台度喎。從我哋日常生活嘅經驗裏面，我哋可以知道，如果太大力撳落張台度嘅話呢，張台係會反嘅。咁究竟 F 增加到幾大嘅時候，張台會反呢？呢個問題嘅拆解方法你就未必覺得好明顯嘅，所以 B1 就俾咗一啲提示我哋嘅。題目就話以 N1、W 同埋 F 表示對 C 點嘅淨力舉。對 C 點計算淨力舉，其實我哋喺 A1 已經做過噶啦。不過今次我哋就唔需要代入 N1、W 同埋 F 嘅數字，咁我都唔重複解釋多一次啦，我哋直接寫啦。考慮對 C 點嘅力舉，取順時針方向為正。淨力舉 tau N 就等於 FADA 減 FBDB 加 FDDD， 其中 FA 就係 N1 啦，DA 就係0.6，
跟住 FB 就係 W， 而 DB 係 0.3， 最後 FD 就係 F， 而 DD 係 0.2 嘅。寫整齊少少呢，就係 0.6N1 減 0.3W 加 0.2F 搞掂。跟住呢，我哋就進入去 B2 咯。F 增加到幾大嘅時候，張台會反呢？請解釋你嘅答案。我哋首先嚟諗下張台未反之前嘅情況先。喺張台未反之前，佢仍然係處於平衡狀態嘅，亦即係話 tau n 等於0。根據 B1 呢，就係喺度講緊 0.6N1 減 0.3W 加 0.2F 等於0。如果 F 逐漸增加嘅話，會發生啲咩事呢？我哋知道張台嘅重量 W 係唔會改變嘅，所以如果要 tau n 繼續等於0嘅話呢， N1 就一定要下降啦。咁我哋就想像下咯，F 就不斷增加，而 N1 就會不斷咁樣下降。但係 N1 係唔可以無限咁樣下降落去㗎，到咗某一點 N1 就會跌到落去0嘅。過咗呢一點之後，如果 F 繼續增加嘅話，會變成點呢？嗱，依家張台已經唔能夠再喺 A 點感受到發向力啦。咁樣呢，如果 F 再增加多少少，對 C 點嘅靜力矩就一定會變成順時針方向，冇辦法繼續保持喺0嘅。啱啱我哋就講過啦。只要對某一點嘅靜力矩唔係0，光體就冇辦法再維持喺平衡狀態，所以到咗呢個時候，張台就會反㗎啦。嗱，消化下先，係有啲複雜嘅呢件事。我依家將我啱啱講嗰啲嘢寫低咗先嚇。要繼續保持喺平衡狀態 ，tau n 就必須要等於0，亦即係話 0.6N1 減 0.3W 加 0.2F 等於0。如果 F 增加嘅話，咁 N1 就必須要下降。到咗某一刻 ，N1 就會下降到去0啦。喺嗰一刻，我哋就有 0.6N1 減 0.3W 加 0.2F 等於0。將啲數字代翻入去呢，我哋就可以得到 0.6 乘0減 0.3乘300加 0.2F 等於0。計咗出嚟就可以得到 F 等於450個 N。如果 F 繼續增加嘅話，張台喺 A 點就唔會再感受到發向力，咁樣 tau n 就一定會大過0，令到張台冇辦法繼續維持平衡狀態。亦即係話，當 F 增加到大過450個 N 嘅時候，張台就會反㗎啦。呢個就係 B2 嘅完整解答。咁你可能會話：哇，咁鬼難嘅？嗱，你可以放心。依家因為我要教你，所以先至會咁詳細咁樣將個完整嘅解釋寫俾你睇嘅啫。實際上，只要你能夠注意到 N1 會跌到落去0呢，就可以推測得到 F 大過450 N 嘅時候，張台會反噶啦。我係唔會要求你能夠好有條理咁將成個思考過程表達出嚟嘅。如果呢題係 DSE 問題嘅話呢，佢多數會係一題多項選擇題嚟嘅。就算你唔識得點樣解釋，只要你諗得到 F 大過450 N 就可以噶啦。咁第一題就講到呢度咯，跟住落嚟我哋就繼續去第二題啦。咁我哋睇咗條題目先啦。如以下左圖所示，一塊木板嘅一邊就固定喺 A 點上面，木板可以沿住呢一點自由旋轉。一條不能伸長嘅輕繩兩邊分別連接木板上面嘅 C 點同埋牆上面嘅 D 點，令到木板處於平衡狀態。右邊就顯示木板嘅隔離體圖。從隔離體圖，我哋可以睇到木板總共受到3個力嘅影響，分別就係支點施加嘅接觸力 F、木板嘅重量 W 同埋條繩施加嘅拉力 T。題目亦都話俾我哋聽，木板嘅重量 W 係100個 N。咁我哋要做啲乜嘢呢？ Part A， 求 T 嘅量值。關於呢3個力，我哋知道啲乜嘢呢？題目話木板係處於平衡狀態，所以我哋知道第一，作用於木板嘅靜力係0；第二，對於所有點呢啲力嘅靜力矩都係0。依家呢，我哋只係知道 W 係幾多啫。如果想揾 T 嘅話呢，最好就寫一條唔包含 F 嘅方程式。要做到呢一點，我哋只需要考慮對 A 點嘅力矩就可以啦。
以 A 作為支點，取逆時針方向為正，咁淨力舉 tau n 就係 RC FC sin theta c 減 RB FB sin theta b。而我哋知道 RC 係等於 1.5，FC 就係講緊 t 啦，而 theta c 就係45度嘅。另外 RB 就等於1，FB 就係 W， 即係100個 n， 而 theta b 係90度嘅。解開呢條方程式，我哋就可以揾到 t 啦。咁我哋就嚟解開佢啦。考慮對 A 點嘅力舉，取逆時針方向為正。由於木板處於平衡狀態，我哋就有 tau n 等於0，所以 RC FC sin theta c 減 RB FD sin theta b 就等於0嘅。將所有嘅數字代晒入去，就可以得到 1.5 乘 t 乘 sin 45度減1乘100乘 sin 90度就等於0。解開呢條方程式就可以得到 t 等於 94.3 個 n。咁呢，我哋就完成咗 part A 啦。跟住我哋就嚟睇下 part B 咯。今次我哋就要揾出 f 嘅值。嗱，我哋翻返去睇幅隔離睇圖先。本來題目已經話咗俾我哋聽 W 等於幾多噶啦，而我哋依家亦都知道咗 t 等於幾多。咁呢，如果要揾出剩翻嗰個 f， 只需要考慮淨力 Fn 就可以啦。如果考慮水平方向，取向右為正嘅話呢，咁就有 f(x) 減 t cosine 45度等於0。由於我哋知道 t 等於 94.3， 咁我哋就可以揾到 f(x) 啦。如果考慮垂直方向，取向上為正，咁我哋就有 f(y) 減 w 加 t sin 45度等於0。我哋知道 w 等於100，而 t 係等於 94.3， 咁呢，我哋就可以計到 f(y) 啦。當我哋知道咗 f(x) 同埋 f(y) 分別等於幾多，最後我哋只需要用畢氏定理就可以計到 f 嘅量值啦。咁就寫咯，考慮水平方向，取向右為正。由於木板處於平衡狀態，我哋就有 Fn 等於0，所以呢 f(x) 減 t cosine 45度就等於0啦。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f(x) 等於 t cosine 45度，亦即係 94.3 乘 cosine 45度，計咗出嚟就係 66.7 個 n 嘅。然後考慮垂直方向，取向上為正。由於木板處於平衡狀態，我哋就有 Fn 等於0啦，所以就有 Fy 減 w 加 t sin 45度等於0嘅。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Fy 等於 w 減 t sin 45度，亦即係100減 94.3 sin 45度，計咗出嚟就係 33.3 個 n 嘅。所以根據畢氏定理，我哋就知道 f 等於 f(x) 二次加 fy 二次嘅開方，亦即係 66.7 嘅二次加 33.3 嘅二次嘅開方，計咗出嚟就係 74.5 個 n 嘅。咁呢，我哋就完成咗 part B 啦。最後我哋就嚟睇下 part C 咯。如果改用比較短嘅繩，咁繩裡面嘅張力 T 會變大定係變細呢？請解釋你嘅答案。我哋首先嚟想像一下，如果條繩變短咗嘅話，我哋呢個情景會發生啲咩變化先？好明顯，如果我哋用條短啲嘅繩，呢塊木板就會比之前拉高咗少少嘅。當塊木板拉高咗嘅時候，呢度嘅數字會有啲乜嘢相對應嘅變化呢？木板所受到嘅力係 F、W 同埋 T， 其中 F 同埋 T 可能會有所變化，但係 W 就應該係保持不變嘅。咁我哋就淨係對 T 嘅變化有興趣啦，所以可以考慮對 A 點嘅力舉，咁就唔使理 F 嘅量值變咗做乜嘢啦。木板維持喺平衡狀態，所以淨力舉應該係等於0啦。如果我哋將呢隻角叫做 alpha， 呢隻角叫做 beta， 取逆時針方向為正，咁呢，我哋就會有 1.5 乘 t 乘 sin beta 減1乘 w 乘 sin alpha 等於0啦。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t 等於 sin alpha 除以 1.5 sin beta 再乘以 w 嘅。依家我哋就想比較一下條繩變短之前同埋變短之後 t 嘅值有啲乜嘢改變呢？嗱，喺條繩變短之前呢 alpha 就係90度，而 beta 係45度嘅。條繩變短咗之後 alpha 就應該會變細咗，而 beta 就變大咗嘅。
喂，點知道 beta 變大咗呢？如果你想數學上嚴謹少少嘅話，你可以留意到其實呢一個係一個等腰三角形嚟嘅，所以上面嗰隻角都係 beta。既然塊木板同埲牆嘅夾角變細咗，咁 beta 就應該係變大咗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睇翻條式咯。alpha 就由90度開始變細，所以 sin alpha 會變細。beta 從45度開始變大，所以 sin beta 就會變大嘅。既然 W 保持不變，我哋就知道 T 會變細咗啦。又係啦，消化下先，我知係有啲複雜嘅，咁我就將我啱啱講嗰啲嘢寫低咗佢先啦。如果改用短啲嘅繩呢，咁木板嘅隔離體圖就係以下呢個樣啦。跟住我哋就將啱啱嗰幅圖畫翻出嚟啦。可以留意 CAD 係一個等腰三角形嚟嘅。如果條繩變短嘅話，咁 CAD 呢隻角就會變細，所以 beta 係會變大嘅。依家我哋就要寫出一條式嚟揾出 T 嘅變化。考慮 A 點嘅力舉取逆時針方向為正。由於木板處於平衡嘅狀態，所以我哋就有 tau n 等於0。咁就即係話 RC FC sin theta c 減 RB FB sin theta b 等於0。代入一啲數字咧，就可以得到 1.5 乘 T 乘 sin beta 減1乘 W 乘 sin alpha 等於0。跟住我哋調一調位，就可以得到 T 等於 sin alpha 除以 1.5 sin beta 再乘以 W 嘅。如果條繩變短嘅話呢，咁 alpha 就會變細，而 beta 就會變大啦。由於 alpha 係喺0至到90度之間，而 beta 係喺45至到90度之間，所以 sin alpha 會變細，而 sin beta 就會變大嘅。所以我哋嘅結論係 T 係會變細嘅，亦即係話條繩裡面嘅張力會變細。呢個就係 Part C 嘅完整解釋啦。同樣，我係唔會要求你能夠將個完整嘅解釋好有條理咁樣寫低嘅。你只需要判斷到 T 會變大定係變細就可以啦。如果你提出喺 DSE 嘅話呢，應該都會係多項選擇題嚟嘅。你只需要留意到呢啲角度嘅變化，就可以推測到答案㗎啦。咁呢，第二題就講到呢度咯。最後我哋就進入第三題啦。我喺前面嗰兩題咧已經將呢一課最難嗰啲嘢講晒㗎啦。喺嚟緊嘅呢一題，我主要只係想講一個少少嘅數學技巧，係你喺處理平衡問題嘅時候可能會有用嘅。咁你喺上數學堂嘅時候應該就學過以下呢兩條公式嘅。第一條係 tangent theta 等於 sin theta 除以 cosine theta。當然呢度係講緊 cosine theta 唔等於0嘅情況啦。而第二條就係 sin 2次 theta 加 cosine 2次 theta 等於1。喺嚟緊嘅呢一題咧，呢兩條公式都可以幫助我哋好簡單咁樣解決個問題嘅。咁我哋就首先嚟睇下條題目先啦。如下圖所示，一個球由繩子吊在天花板上，志強用手把球拉着，使球處於平衡狀態。已知球的重量和志強所施的水平力分別為30N 和20N。咁個情景都相當簡單啦嚇。咁我哋要做啲乜嘢呢？題目要我哋揾兩樣嘢。Part A 就要我哋揾出 theta 嘅值，而 Part B 就要我哋揾出條繩裡面嘅張力嘅。我哋首先將個波嘅隔離體圖畫咗出嚟先啦。咁呢個波總共就受到3個力嘅影響，分別就係重力 W、志強施加嘅拉力 F 同埋條繩施加嘅拉力 T 嘅。條題目就話俾我哋聽 W 等於30個 N， 而 F 係等於20個 N。依家我哋就想揾出 theta 同埋 T 分別等於幾多。咁呢度就有兩個未知數啦，所以我哋就需要寫低兩條嘅方程式嘅。喺邊度揾兩條方程式出嚟呢？好簡單，條題目話個波處於平衡狀態，所以佢所感受到嘅靜力就係0。考慮靜力嘅水平同埋垂直分量，我哋就有兩條方程式啦。咁首先我哋考慮水平方向取向右為正先啦。由於靜力等於0，我哋就有 T sin theta 減 F 等於0，然後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T sin theta 等於 F。跟住我哋就考慮垂直方向取向上為正啦。由於靜力等於0，我哋就有 T cosine theta 減 W 等於0，然後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T cosine theta 等於 W。好啦，
兩條方程式，兩個未知數，跟住我哋只需要將呢套方程式解開就得啦。我哋將呢紮嘢寫低咗先啦。首先，我哋將個波嘅隔離體圖畫喺張答題紙上面，跟住呢，我哋就可以考慮靜力，並且列出兩條嘅方程式。考慮水平嘅方向取向右為正。由於個波處於平衡狀態，我哋就有 Fn 等於0啦，所以就有 t sin theta 減 F 等於0嘅。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t sin theta 等於 F。跟住咧就考慮垂直方向取向上為正啦。由於個波處於平衡狀態，我哋就有 Fn 等於0啦，所以就有 t cosine theta 減 W 等於0。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t cosine theta 等於 W。咁呢兩條方程式可以點樣解開呢？呢度係一個好常用嘅小技巧嘅。我哋知道 W 係唔等於0嘅，所以我哋就可以將兩條方程式相除。相除咗之後 t 就約走咗啦。而我哋知道 sin theta 除以 cosine theta 係等於 tangent theta 嘅，所以我哋就有 tangent theta 等於 F 除以 W。咁呢，我哋將 F 同埋 W 嘅值代入去，就可以揾到 theta 等於幾多啦。至於 t 又點樣揾呢？好簡單，我哋將兩條方程式都攞二次方，然後加埋佢。加埋佢之後呢，左邊嘅 t 二次就可以分解出嚟，剩翻 sin 二次 theta 加 cosine 二次 theta。而我哋知道呢個嘢係等於1嘅，所以就有 t 二次等於 f 二次加 w 二次啦。然後我哋將 f 同埋 w 嘅值代入去，就可以揾到 t 等於幾多啦。咁就寫咯。將第一條式除以第二條式，就可以得到 tangent theta 等於 F 除以 W， 所以呢 theta 就等於 arc tangent F 除以 W， 亦即係 arc tangent 20除以30，計咗出嚟就係 33.7 度嘅。咁呢，我哋就完成咗 part A 啦。跟住就輪到 part B 咯。對兩條式都取二次方，然後將佢哋加埋，就可以得到t 二次等於 f 二次加 w 二次，所以呢 t 就係等於 f 二次加 w 二次嘅開方，亦即係20嘅二次方加30嘅二次方嘅開方，計咗出嚟就係 36.1 個 n 嘅，所以條繩裡面嘅張力就係 36.1 個 n。咁呢，我哋就完成咗 part B 啦。呢個就係我哋處理三角函數嘅時候一個好常用嘅小技巧啦。嗱，記住咯，唔好淨係聽我講，你自己都要喐手練習嘅。你聽我講啲嘢係我嘅，自己喐手做啲嘢就會變做係你噶啦。咁我喺呢一集想講嘅嘢呢，就係得咁多啦。下一集我就會講埋呢一課嘅最後一樣嘢，就係介紹一個實驗方法，用嚟揾出一個物體嘅重心喺邊度，並且解釋點解呢個方法會行得通嘅。咁就到時見啦，拜拜。